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我们来进行军文导读。我们目前大概还是要每隔几天把所有的军事新闻做一个浏览，这样子可以更全面的了解目前各媒体所提供的军事讯息。那对于比较重要的，我会抽出来单独做一集，来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首先，这个是今天自由时报的新闻，就是幻象2000它的延寿案里面，空军将斥资 1.7 亿来更新 M53 发动机的修护技术，主要的是它要向法国的原厂购买 OID 层级的更新版修护技令手册。从这里就知道，其实包括技令的更新这一类都是在整个后勤补保的范围。另外，报道中有提到说，它的履约的地点是在台南。那空军相关人员有做一个解释，就是校准部的技令处，它的所在地是在台南，所以履约地点才会跟以往不一样。在前面的这4个案子的履约地都是在新竹，那在这一次这个技令的更新是在台南。最重要就是修护技令上面它会有不同的时期，包括它使用的时数，然后所需要进行保养的深度、工时、项目，还有所需要的维修人员他的认证，这些相关的装备它都有一些指引。所以从最基本的在机场的使用单位保养，到之后高一级就是场站修护，当然最高级就是场级的维修。所以有关发动机部分，它的技令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其中的 OID 它只是一个区分的代号，就是后面的使用单位保养的3个层级。那补充一点，幻象2000的 M88 引擎它是由原来的 Snecma 这一家公司制造的，那它现在已经并入了赛风飞机发动公司。另外他们家公司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就是 CFM56， 这个是目前客机使用最广的发动机，包括了波音的737、空中巴士的 A320、A340 都是使用这一款引擎，甚至连军用机里面的 KC135、RC135 这些飞机也都是使用这一款发动机。像中国最新投入营运的 C919 载体客机，它使用的引擎也是这一家公司的产品。最近有关第一级的问题，我有单独做一片影片来做一个介绍，所以最近在立法院也有很多委员质询这个问题。国防部的态度就是只要进入12海里就会行使自卫权，而国防部副部长柏宏辉先生他就有讲说，假如进入12海里，全世界都会行使自卫权，这全世界的反应都一样。另外，国安会的蔡明彦他有回复说，金厦水域的活动已经趋于平静。其实长久以来有观察中国的行为，都可以发现他们是吃硬不吃软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支持海巡的强硬执法，绝对不能示弱。台湾在教召的部分一直持续在进行，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忧。目前相关的训练内容都有做调整，所以像战伤救护还有实弹射击的强度都比以前强化很多。目前下一任的国防部长还不晓得是谁，所以各方的人马都在放话，所以媒体上现在看到的包括文人部长这个议题，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一任的部长会有文人出现，当然要文人也不是不行，所以基本上还是尊重赖总统他的选择。在过往的文人部长其实还蛮多位的，可是常常就发生就是部长的命令其实出不了国防部，这最主要的就是人事权跟预算权
就是管人跟管钱这两件事情，假如部长没有办法确实的掌握在手上的话，那就很容易被高阶将领所架空。这个过往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个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智慧的思考。海军现在正在实施敦睦远航的训练，目前成功级的8艘巡防舰是美国授权在台湾制造的派里级巡防舰，当然在上面的武装台湾给予强化很多，可是就整体的火力来讲，当然大家会看到是反舰飞弹上面的强化，还有40快炮，这是比较明显的区别。可是台版的成功级巡防舰它就少了美国的反潜的系统，所以后来才采购的逢甲跟铭传这2艘，他们在反潜的能力就超过了原来这8艘的成功级巡防舰。所以单纯就反水面的火力来讲，当然成功级巡防舰的火力是比较强大，可是就反潜的角度来讲，对于水下潜舰的侦测能力是逢甲跟铭传那2艘的侦收能力比较强。不过总归而言啊，派里级巡防舰它整体的架构在现代来讲其实已经落后在这个时代，所以很多国家像澳洲、土耳其都进行了升级的计划。可是像澳洲的升级计划看起来成效是有限的，因为反而造成舰体整个快速老化，所以派里级巡防舰因为它本身的结构这些系统的架构要再升级，对于它的作战效能的提升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后续还要再观察。海军的敦睦远航在过往是有最远环绕世界1周，也有到过南非，这是在1997年民国86年参加南非的海军建军75周年的证书。像这种海军节在国外就蛮频繁的，离台湾最近的包括像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他们都有举办过。不过因为我们邦交国的限制，所以这几年台湾可以参加的就有限。不过大家放心，台湾跟美国在现在联合演训的部分应该会持续的进行，所以海军也不会完全都没有接触外军他们的作战思维，也是有持续在进步。今年开始1年期的义务役是官兵在入伍的时候就会实施手榴弹的投掷课程，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手榴弹的靶场它的设计基本上靶台的位置比较高，所以它只要丢出去，这下面其实类似一个深沟一样的洼地，而且这个靶台它这边还会有一个观景窗，就是防弹的玻璃，可以看得到自己投掷出去的手榴弹爆炸的情况，这样更贴近实战的感受体验。一般要投掷实弹之前会先投掷训练弹，就是只会有隐性点火而已，可是它不会爆炸。在最早之前当然会先有手榴弹的投掷训练，就是要投远投准，然后再来投蓝色的训练弹。像照片上这一张就是实弹，因为训练弹会蓝色的，那旁边会有个助教，大家放心，这个投掷基本上是相对安全的，担任助教的其实都比学员还要担心，所以一有状况就会把学员拖出去或把它做适当的处理。而且这个靶台下面有一个钩，就是万一它溜球啊滑掉在靶台这里啊，助教会把那个手榴弹踢下去，它就从下面这个钩掉出来，所以该设想的都设想到了。记得我们以前去暑训的时候投掷手榴弹，那时候刚好下过雨，我们大家都在比赛，大家丢到水里面去，然后就下面会积水，然后手榴弹爆炸的时候整个水柱就会非常的高。暑训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大群男孩在一起就是很无聊中科院研制无人攻击快艇，这个是乌克兰的自杀无人艇，
它上面用星链来作为它的通信导引。陆军大概会需求200艘以上来反制中国的解放军、海军。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所有的武器都是需要的，不论它的射程远近。所以从最远的，包括源头打击、反舰飞弹这些，一直到近海，陆军有这一类的无人攻击快艇，就可以让解放军整个登陆的船团倍感压力。假如你只集中在某一种的武器上面来防御的话，比方我们都只有微型飞弹快艇，那它就可以只针对微型飞弹快艇来做反制的规划。可是我们假如有很多种的反制武器，那它就必须面面俱到。所以像我们现在潜舰的数量会持续增加，那解放军它的反潜能力它就要再去投资，比方反潜的巡逻机、反潜直升机，还有每一艘船舰上必须要有各式的声呐、舰体的声呐、拖曳式的声呐，它就会要分散自己的资源，还有分散自己的战力，所以要多为备战，不能单压一种。所以我一直很反对只压在最后的人员吸型的武器上面，所以各个军种都有不同长短射程的这些反制武器是必要的。这次海军的敦睦远航支队，它是由磐石油弹补给舰，还有迪化军舰，就是康定级的巡防舰，就是拉法叶巡防舰，还有成功级飞弹巡防舰的首舰，就是成功舰，这3艘来组成的。所以也请大家留意这相关的日期。高雄已经在昨天举行完了，接下来就是花莲在3月12、13，苏澳在3月14、15，基隆在3月16、17，马公在3月19、20，台中在3月22、23，台南的安平在3月24、25。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就是动9动动到15动动，这个开放时间就请大家多加留意，也可以一起去参与。这3艘军舰都会开放参观。另外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或者有照片的合法证件，就是驾照或健保卡。外籍配偶假如还没有取得中华民国身份的，需要由本国籍的配偶陪同入营，相关的规定请大家留意。这是这一次敦睦支队的组成，这是磐石舰，这是迪化舰，这是成功舰。目前承德舰正在台船那边进行升级，这是磐石舰，就是台船建造的油弹补给舰，这是成功舰，就是美国授权台湾制造的派里级巡防舰的第1艘。这一次有一个看点，就是像迪化舰的76快炮，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炮塔的外壳，这个是原厂的逆中外壳，它这个是有斜角的。在沱江级飞弹巡逻舰上面看到的就没有斜角，那是中科院自己制造的逆中外壳，所以这个有非常大的差异。成功舰这个是原来的外壳。另外成功级飞弹巡防舰在船重的2侧前7艘都有配置40快炮，第8艘田单舰就没有配置，因为派里级巡防舰它这个76快炮的位置是在船重的部位，那40快炮刚好在76快炮的2侧，所以在76快炮射击的时候其实是会互相干扰，所以76快炮射击的时候40快炮里面不能有人，这也是当初配备的时候没有设想到的。这是昨天敦睦舰队在高雄新滨码头开放的时候的照片。法国总统马克宏频繁在各个公开场合呛俄罗斯，而且公开表示他在未来数周内要访问乌克兰。可是由于安全的因素，这个计划不断的延后，因为刚好在3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希腊的总理米佐塔斯基他们在奥德萨这边刚好遇上了俄罗斯的飞弹的袭击，当然有一点距离，大概差距了500公尺，所以马克宏访问乌克
兰的计划就稍微延后。目前在乌俄战场上面看到俄罗斯使用的 FPV， 就是一般俗称的穿越机，这种自杀的无人机，它有使用类似光纤的设备来进行控制，主要是在战场上现在电子干扰都非常的严重，所以为了降低被干扰的可能性，可能俄罗斯在这一部分有做一些改装，把原来无线控制的这些小型无人机改成有线控制的。由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损失惨重，所以俄罗斯的海军司令遭到撤换。从乌俄战争开战以来，黑海舰队损失了24艘的船舰，还有1艘潜舰。日本为了协助印度摆脱俄罗斯在军备提供上的依赖，所以有可能会输出最上级护卫舰，它上面这种整合式的桅杆给印度。这种整合型的天线目前是日本整合度非常高的一种装备，将所有的电站天线、通信天线全部整合在这一个桅杆里面，这个技术层次还蛮高的。英国的2艘航空母舰，其中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之前才发生因为故障没有办法参与演习，而改由威尔斯亲王号来替代，结果现在又发生了失火的事件，显然祸不单行。日本大鲸级的3号舰训鲸号交舰，训鲸号是由三菱重工所建造的。这张照片上这边是排烟管，可以看得出它在舰体的侧面跟帆罩的侧面都铺设有消音瓦，所以日本在这部分建造的工艺水准堪称亚洲第一，而且在世界上也排名非常的前面，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第7舰队的船舰过往大部分都是要返回美国本土进行保修的工作，但是这样子往返非常的耗时，所以目前美国跟日本有可能会扩大合作，直接跟日本的造船厂合作，就地在日本进行保修工作。但是这样子可能就会引发美国本土造船厂工作流失的疑虑。美国的 F-35A 逆中战斗机目前通过了 B-61 战术核弹的投掷认证，不过要进行 B-61 核弹的投掷， F-35也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装作业才可以执行这一类的任务。之前因为几起的事故而停飞的 V-22 鱼鹰运输机最近将恢复飞行。这是乌俄战场上5名俄军遭到弹簧刀的袭击。弹簧刀有300型跟600型，就是尺寸上面的差别。300型是人员的背包就可以携带，而且可以携带好几具，这台湾也有采购。韩国为了验证世宗大王级的神盾级驱逐舰上面的作战系统，所以向美国采购 BQM-177A 的靶弹，另外也包含了 GQM-163 胶囊超音速靶弹。现代的武器都越来越先进，所以靶弹也非常的重要，要能够模拟来袭的敌人。目前世宗大王级最新下水的是正主大王号，以整体配备而言，世宗大王级它的配备都比美国神盾级驱逐舰的配备还要高档完整，所以战力也是非常的可观。最近 X 上面有流出俄罗斯海军他们在反制乌克兰的自杀无人艇的状况，所有舰上的船员拼命拿着手中的武器来反制乌克兰的自杀无人艇。受到乌俄战争的影响，军备局招标的许多弹药都已流标收场，因为各国都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在战场上面的使用，所以军备局要生产1洞5榴炮、155榴炮，还有40快炮、1洞5公里的战车炮的炮弹，里面所需要的推进剂、火药都没有厂商来投标，因为相关的火药原料目前都缺货。不过军备局表示，因为过去生产的弹药
囤储的还非常的多，所以现在都以推陈，就是把旧的拿出来直接演习实弹射击使用掉。还有就是2022年发生的雷霆2000 Mark 45的火箭弹发射时候，火箭弹没有离架，导致推进剂熏燃，造成车辆的损坏。经过调查，也是因为火箭弹底部的推进剂失效导致的。而这一批的弹药也生产超过了10年，所以相关的这些料件还有原料，现在也加紧向美国这些相关的国家进行采购。前天3月9日，蔡总统跟赖副总统一起出席了台船这边举行的海巡云林舰的交船典礼，还有最新的台北舰的命名典礼。这2艘是海巡署吨位最大的海巡舰，排水量高达4000吨，所以也希望高层能够将海巡的大巡舰艇派往金门、马祖这些海域，来使用优势的兵力来压制中国它的海警不断的侵扰我们的水域的状况。另外，在出席完云林舰的交舰还有台北舰的命名典礼之后，蔡总统跟赖副总统一同前往台船的小屋试导正在进行泊港测试 HAT 的海鲲舰，所以也请大家放心， HAT 会以安全为首要，没有时间表。假如按照期程，会在4月底完成 HAT， 接下来就会进行海试。当然在台湾国内有一些特定的媒体，其实我也不晓得怎么会跑出这种新闻网，这边提出美方质疑潜舰国造不符合不对称的作战构想。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的牵强，因为海鲲舰上面的红区装备就是美国提供的，美国就是认同潜舰是不对称作战，所以才会提供潜舰上面的红区装备。所以有一些特定的媒体不断的继续在这边做中国的协作者，而且又在推广这种人员西行的小型武器，这不是在唱衰台湾？什么才叫唱衰台湾呢？而且这一篇文章没有人敢挂名，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哈。可是却刊登在联合重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台湾国内蛮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没有消除，我个人的观察是觉得 F-35、F-15 这些先进的武器，美国要出售会有一定的疑虑。韩国看重轻型战斗机的市场，所以准备将他们现有的 FA-50轻型战斗机，就是 T-50 高级教练机的战斗机版，进一步改装成单座的战斗机，这个就会牵扯到气动力外形的微调，还有相关内部的配置的改变。所以他准备投资21.6亿台币来研发单座型的战斗机。目前 KAI 预计国际上对单座多用途战机的需求大约是450架，他们希望 FA-50 的单座版可以卖到300架以上。当然我要再进一步跟大家说明，就是有很多朋友都说 IDF 可不可以外销，永鹰可不可以外销，其实答案都是不行。因为我也多次在频道内说过，台湾的军火外销自己也有设限。另外不管是 IDF、AT3、永鹰高教机都一样，它上面用了很多美国、英国的装备，所以它的最终使用国的输出许可也是要经过审查的，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决定就可以输出，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目前国际上这些军品的销售不是单只有商品的出售而已，它还牵涉到国际政治角力的结果，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有政治因素的加入，这件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不断有朋友一直在期待台湾的战斗机这些装备可以外销，其实难度是很高的，反而是零配件或者是像
电子设备、加工产品这一类化整为零的出口反而可行性会比较高。整机这种的销售难度是非常高的。美国为了保护住 F-35 的市场，所以有可能会对韩国的 KF-21 逆中战机来下手，因为这是 KF-21， 它的引擎就是美国的 F-414GE 他们的产品，而在上面也用了很多美国的技术。可是若 KF-21 可以外销的话，那就会侵害到美国的利益。我们可以优先观察波兰，假如在未来波兰加入了韩国 KF-21 的研发团队，那就会影响波兰后续采购美国 F-35 逆中战机的需求，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目前 KF-21 它的参与国主要是韩国跟印尼，不过印尼在工程款部分的拖欠一直没有改善。目前 KF-21 最被大家诟病的就是它并没有机腹弹仓的设计，4枚中程空对空飞弹是采用半埋式的，就是有一半埋在机腹里面，这种半隐藏的方式来配挂。韩国目前准备在第2批的时候会增加机腹弹仓的设计，从这外形看起来也印证了第5代战斗机各家的设计应该都会很接近，毕竟都是由类似的模组演算出来的逆中外形，而且可能都会重度的参考 F-22 或者 F-35 这2款美国已经服役的逆中战斗机来进行相关的研发工作，所以接下来要看美国的态度。好了，我们今天的军文导读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